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巴老师努力基 Sam。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开场。这边就是这个宜兰的 Eagle 咖啡。本来来这边呢都是骑重机来啊，它是这个从去年开始，每年都有参加这个骑士杯，就是这个陈为民哥骑乘在那边办的这个活动。本来去年就要骑重机过来了，没有过来，结果今天呢开了我的新车过来。对，郭巴老师买新车了。对，从车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哈？这台是什么车呢？有的人可能会突然认错，它是不是 RAV4 或是 CC Corolla Cross？ 可是这一台其实是去年年底这个和泰汽车 Toyota 才正式发布的，才交车的我们的 Yaris Cross， 俗称大鸭。那大鸭的这个介绍的影片其实很多了哈，但是呢，好像没有这个车主使用心得，所以呢，我今天就会以一个这个开了1000多公里的车主的本人的心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Yaris Cross YC 这台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台车啊，值不值得买？那我们待会要看到最后哦。那今天呢，为什么要开车出来哈？今天郭巴老师要在人生50岁的时候呢，第一次去解锁武林农场。对，50岁了才第一次去武林农场。然后这个老婆大人 Kelly 其实她也是第一次去。好，那武林农场大家都知道，樱花季是非常难订住宿的。那没有住宿，你又没有通行证，又不能进去啊。所以郭巴老师今天就要开这台车来去给他车宿。对，睡车上。这样就可以申请这个露营区啊，真的很幸运呢，让我候补到一个位置。所以今天晚上要在武林农场车宿，然后要去看樱花啊，令人期待的行程，对不对？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出发吧 ，Go！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台七线往武林农场的方向来前进，那我就一边开一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 Yaris Cross 大鸭我这个使用的心得。那我先从结论来讲好了哈，说起来是蛮满意的，对。好，很多人知道我买了大鸭之后呢，第一句话都是说为什么不买 CC？ 对，因为那个 Corolla Cross CC 它也是休旅车，那这一台也是，可是这一台的空间比较小一点点，这样子啊。那很多人都说车子要买大一点比较好装啊，比较好载人啊。可是，我跟我老婆刚好是相反，我们是觉得没有必要的话买太大，就停车也不方便，然后去哪边回转啊什么的都不太方便，所以我会觉得，只要是这样子的空间够我们使用，那就好了。像这个 YC 这台车啊。它就是所谓的 CUV 就是比较是都会型的休旅车，不是纯休旅车。但是觉得这已经够大了，因为有时候我跟我老婆伸手要拿后座的东西，有时候拿不到，这样已经够长了，对不对？那何必要买那个 CC 啦，甚至于是 RAV4 那么大的车呢，对不对？那本来我们有想过要买很小很小的，像那个 Honda 的 Fit 那我本身也算是本田迷了哈。可是后来发现那个 Fit 这台车，它的这个后面的那个溃缩区非常大，然后为了安全起见呢，还是买了稍微比较这个大一点点的车子不要买太小，免得这个出车祸的时候太危险了。YC 这台车在去年我们交车12月交车之前，爆出了一个新闻，就是说日本的大发Daihatsu在这个撞击测试上面呢，好几台的车子都是有做这个虚假报告，哇！那时候我们突然吓了一跳。那我们买的这一台 YC， 它就是不是纯 Toyota 开发，而是由大发来负责的，包括它的一些镜头啦什么的底盘啊什么都是比较是大发系统这样子。但是还好呢，我跟我老婆就是上网去查了，然后也打电话到这个撞击测试的一个单位去那边询问过了，后来发现台湾的我们的 Yaris Cross 呢是有送过台湾的撞击测试的所以我们就比较安心的去给他交车啦。那这台车子呢，
使用上的感觉，我觉得开起来就是蛮轻巧的。哦，那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上一台车是20几年、27年的这个Toyota 的 Tercel， 那真的是很旧，然后什么都没有，但它就是轻巧、好开、省油这样。那换到这台车之后，就发现有很多的电控，那发现其实是蛮有帮助的，蛮不错的。好，那这台车的电控包括这个全速域的 ACC 跟车，那据说它不是那么完美，它不是完全的 Level 2，但是我觉得其实已经够用了。就是说定速啦，跟车跟到停，然后前方的车辆前进的时候，你再按一下这个 reset， 它又会继续跟上这样子，所以其实是还不错，蛮好用的啦。然后这个底盘，它这个路感是偏比较清楚的，那就是说简单讲是不是那么舒适，让你开过去如履平地啊，没有到那么舒适啦哦。不过对我们来说是够用的。我们买这台车直接是买到这个顶规版的哦，就是它有分3级，那我们是直接买到应该是潮玩版哦，就是顶规的，然后定价是82万左右吧。然后我们有在升级啊，我觉得这升级真的升得很对，包括这个方向盘就把它升级成比较运动版的啊，因为原版的它的那个顶规的方向盘是听说都摸起来有点像货车的感受了，就我们有把它升级。那包括这一个，然后包括了这个什么抬头显示器啊，有些东西升级之后，就会觉得这台车的质感就有比较出来。那你都已经买到80万的车了嘛，那你省那个2万多块，然后就是我一定要省，这个车感觉就会觉得没有那么高级，会更显得平价。那这台车本来它的优势之一其实就是平价，因为你如果要买到 CC 买到 RAV4， 那都可能90几上百万哦。那这台车的话，最便宜你可以用60多70万买到它啊，扣掉你的货物税的话啊。可是这么平价的车呢，目前给我开起来的感受是都还在水准之上，所以我是蛮满意的。然后我们有加装这个它的这个 e-mirror e-mirror 这个电子后视镜，其实是真的很不错的东西。不过我要说一下，这个和泰汽车自己出的 e-mirror 其实有一点点拉惨了哈，因为它的那个后面的镜头画素只有720p， 所以其实看起来有一点模糊。白天的话，车牌大家都拍得到了，晚上的时候真的是蛮模糊的。那有的什么快易通还是什么的别的厂牌的电子后视镜，如果去加装的话呢，应该是后面的镜头夜拍也会蛮清楚的。不过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交车的时候就想说不想再开去给人家再加装啦，会动到它电路什么的，所以我们就直接在那边就让他帮我们装了啦哈。那它的这个车用影音系统那这个也是他们这个和泰汽车自己的车美式那我是觉得它的这个触控有一点不灵敏不过就是堪用堪用，包括比如说你要缩小，你看好缩不起来，对不对？缩不起来。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就有点那个了就堪用而已。然后它这边大家看下面这边就是有这个电子手刹车所以这边没有一个手刹车那个东西，这个对于空间来讲是蛮好的，但蛮多车都有的啦。然后还有那个自动 hold，我蛮喜欢用这个的 hold， 就是说你停红灯的时候，只要稍微再用力一点踩一下刹车，它就会抓住你的车，你就不用一直踩着刹车，脚不会很酸这样子。那我们买这台车而没有买 CC 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有，就是这个油耗。对，它的油耗是还不错的我开到现在基本上都是油耗是14点多。然后我很喜欢用它的这个 Eco 模式。这边可以选 Eco 或是 Power 或者就是正常模式。那我都选 Eco 模式，因为比较省油，然后它的这个换挡的这个顿挫感也比较不会那么重。当然这个是 CVT 的引擎了就是有点像摩托车速克达那样子，严格来说它是无档的，就是没有档位但是它的这个入档跟滑到空档20公里以下的时候它会进入空档嘛，那个顿挫感是比我以前开的那个 Tercel 还要大上一点，所以一开始有一点不习惯，不过开久了可能自己心里有那种感受吧，知道说等一下会有一点这样那就习惯了目前没有什么感受，
觉得还算顺啊。那我特别喜欢用 Echo 的话，它的这个顿挫感会变得比较少。然后我要讲一下它的这个跟车系统哈，它可以自动跟车，那也会自动刹停，就是说前面车变慢的时候会刹什么的。可是它的电脑好像比较笨，然后就是刹车的时候就还蛮大力的，所以会讲呼呼呼这样子哦。那给车上的乘客的感受不是很好哦，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安心，所以胆子还要大一点。心脏大颗一点的人才比较敢用啊哈。那像我老婆她开的时候，她都是宁愿自己用脚踩，你比较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踩刹车这样子。那它的这个顶规的潮玩版呢，就是它的空调系统是自动恒温，所以可以按一下 Auto， 你只要设定温度，它有时候是冷气，有时候是暖气，它就自己会帮你弄了，风量啊等等自己都会弄。这个可能很多车也有吧哦，但是我们第一次用这个系统，我个人觉得就是蛮方便的。你不用在那边调了哦，温度、风量啊，以前的旧车都用推的，机械式的啊，现在都电子式的，就方便蛮多。然后它也有一键除雾，前面车窗如果雾太大，说按一下它就哗一下就前面的雾就除掉了。那这个后面的除雾啊，这个该有的都有了哈。那它的这个潮玩版的话，就是有这个比较大的电子式的仪表板哦。那这个也是我选潮玩版的原因之一啦，不然的话呢，它会有指针，然后中间是比较小的那个电子荧幕。那我是喜欢全部都是电子的，那它就可以怎么样呢？它可以换好几种面板呢，然后上面很多资讯在这边，它可以选择好几种风格的面板。那我用了很久以后，我是比较喜欢这种，然后它上面有资讯，包括胎压，它直接就在这边显示告诉你了。哦，那现在这个胎压，我的左前方胎压是，稍微高一点点，不过都在合理范围内啊。油耗啦，啊，现在你的油还可以开几公里，它都会估算给你，所以，对于一般家庭的使用，其实都还蛮够用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有电动尾门啊，这个就是我跟我老婆非常喜欢，而且是我们考量的重点之一，因为我们怕以后年纪大了，万一就是哪一天手受伤了，你要开个尾门啊，还手抬不起来，所以电动的很方便，脚一踢它就就打开了，脚一踢关起来了啊。那我们今天要去武林农场车宿嘛哦，所以搬的东西蛮多的，那个时候就觉得用脚踢蛮方便的。然后我还要说一个它的那个蛮好用的地方，就是它的方向盘可以做4项的调整，就是前后还有这个上下4项的调整。我觉得这个东西蛮棒的啊，因为每个人体型不一样嘛。像我坐上来的时候，我会希望把它往后拉到最后，那这样我脚的这个空间才会变得比较大啊。然后呢，这个上下部分我喜欢把它压到最下，因为这样子手可以不用举得很高，不然肩膀会酸痛。那每个人体型不一样，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做上下前后的这个调整，真的蛮棒的。不过我这边想要说一下它一个小小的缺点哦，就是它这个正驾跟副驾最常坐人的这2个位置的前方呢，只有一个充电的插头，就在这个车美式的左下角，而且呢，它是那个 Type C 哦，就这样子要连接出来的。所以啊，如果你用一般的线插进去的话，它就会一根凸出来，然后垂下来，觉得不是特别的美观啊，而且总觉得那边好像很容易会折断这样。所以呢，后来我还特别去买了这种 L 型的这样子的 Type C 的接头，才能够接上去，然后我绕从右边那一侧下来，才能够比较贴合中控台那个地方。那我们看到中控台下面这边呢，可以放手机的这边，它有一个小的插座，可以接一个 Type C， 然后可以接一个 Type A 的哦。这个不是原本就有的哦，这个就是我这个升级2万多块的其中一个设备哦。所以如果你没有装这个的话，前座那边2个人要充电其实是蛮麻烦的。那后座呢，它有2个 Type C 的插座，可是那个是给后座的人用的嘛？怎么可能我们前座的人要接电的时候从后面插着，然后连到前面来？那这个就很奇妙啦。然后我还想要说一点的呢，就是这个大压
不知道是不是后掀背的车辆都差不多哦，就是说它的那个门，它的那个阿索比好像很大。每次我们去洗完车啊，然后喷完啊、冲完、擦干车以后，把后面打开来的时候呢，常常那个泡沫啊都被冲上那个里面的沟，就在那个后掀背那个门上方啊那个缝隙里面。不知道其他的车辆是不是也会这样哦？知道的人可以帮我们留言一下。好啦，说了那么多呢，我们就要继续的往武陵农场出发啦。那至于旅游，还有在武陵农场看到的樱花的美景，就等待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了。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不知道大家喜欢吗？如果你喜欢，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喜欢看很多机车美照的话，记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脸书哦。我是锅巴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安妞。